Hello，各位編織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艾芙琳。今天艾芙琳和大家分享的是這款很有夏日感的手機包，利用一線連的方式一路鈎織，自然的串接完成，不需要頻繁的剪線與拼接，小圓花形成的紋理感，搭配了束口袋，是一件適合夏天的溫柔穿搭小物。如果你也喜歡這種輕盈又可愛的小包，那就讓我們一起來鈎織它吧。線材選用了自帶銀河光澤 1.5 毫米的銀絲空心棉，帶有微微的亮澤感，搭配 3.0 毫米的鈎針。另外準備了相應尺寸的棉麻束口袋，你也可以為它準備想要的裝飾布標或者是金屬標。成品的完成尺寸如圖，若要調整，只需改變重複鈎織的次數即可。首先，圓形花片的組成有幾個結構，大家可以先大致了解一下。我們會從包底開始，左邊起針，起針之後鈎織第一個圓，用的是花樣 A， 鈎織7個鎖針。為了辨別針目，我在第7個鎖針上先放一個記號扣，接着返回，在中間那一個鎖針，也就是第4個鎖針，鈎織7長針。接着引拔到第1個鎖針上，如此形成一個半圓。我們在這個引拔針也放個記號扣，這一圈的結尾會在這裡相連。接着繼續在鎖針鏈的另一邊，繼續在第4個鎖針鈎織7長針，鈎織另一半的圓。每個圓會由14個完整的長針構成。另一個半圓的7長針鈎完，引拔在第7個鎖針上，如此形成一個完整的圓。引拔的時候可以調鎖針的2條線引拔。這是圓形花樣 A 的鈎法，後續直接重複鈎織 A 的花樣，一共6次。第7個鎖針放記號扣，返回在第4個鎖針鈎織7長針，7長針結束，引拔在第1個鎖針。在鈎織花樣時，我們會依照方向的需要轉動手中的織片，注意工作中的線段，讓它維持在織物的上方。接着鈎另一半的7長針，接着引拔在第7個鎖針上，變成完整的圓形。如此圓形和圓形就會相連。後續重複鈎織6次花樣 A 結束。6個圓圈決定包包的寬度，如果你想調整包包的寬度，可以借由花樣 A 的數量來調整。接着是包包底部的另一面，我們也要對應的鈎6個圓形，並且在鈎的同時和之前的6個圓形連接起來。因此我們鈎織花樣 B，同樣7個鎖針，
接着回到第4個鎖針上，鈎織7長針。再回到第1個鎖針引拔，繞到鎖針鏈的另一邊，再回到第4個鎖針上，鈎織3長針。因為這裡是包包的另一面，因此我們將目前這個圓形與上一個圓形相對，將鈎針離開線圈，從上個圓形的正面，在這7個長針中間那一個針目，也就是第4個長針，鈎針穿進這個長針的針目，再掛回工作中的線圈，並且將線圈拖出，完成連接。接着回到目前的這個圓形，繼續鈎4長針。再回到第7個鎖針上引拔，我們按這樣的規律重複鈎織 B 花樣，後續的圓形會與之前的圓形連接起來，形成包包的底部。B 花樣一共5次，圓形的花樣 B 5次結束，在底部還剩最後一個圓。最後一個圓形，我們會在這2個地方進行連接，鈎織圓形花樣 C， 7個鎖針，接着回到第4個鎖針，鈎織3長針，回到第1個鎖針上進行引拔，接着3長針，再與對應的這個圓形，在對應位置7長針的中央，第4個長針進行連接。接着再繼續4長針，再繼續與對應的這個圓形，也就是做紅色記號扣的地方，這個引拔針進行連接。最後鈎織4個長針。再回到第7個鎖針上引拔，如此完成第1圈。我們將織片橫放，下方連接的地方就是底部。我們會圍繞着包包的底部進行圓形花樣的圈鈎。第2圈，第1個圓形鈎織 D 花樣，7個鎖針。回到第4個鎖針，鈎織11個長針，而在第8個長針時，我們在第8個長針上放記號扣，這裡會是這一圈頭尾相連的地方。11針長針結束，引拔在第1個鎖針上。
再回到第4個鎖針，鈎織3長針。接着在第7個鎖針引拔，完成花樣 D 的圓形。後續我們會向右繼續鈎織花樣 B 的圓形。鈎織花樣 B 時，會在上一圈圓形的這些點做連接。花樣 B 7個鎖針，回到第4個鎖針，鈎織7長針。在第1鎖針引拔，接着3長針，與下方相對應的圓形進行連接。在7長針的第4個長針進行連接。接着4長針，在第7個鎖針引拔，後續重複鈎織，一共鈎織10個花樣 B，10個花樣 B 結束。第2圈最後一個圓形，以花樣 C 連接這2個位置。花樣 C 的圓形7鎖針，回到第4個鎖針上，鈎織3長針，在第1針引拔，再繼續3長針，與上一圈圓形的相對應位置進行連接。接着4長針，接着和這一圈的第1個圓形做記號扣的這個引拔針進行連接，再4長針，接着引拔到第7個鎖針上，完成這一圈。後續重複鈎織第2圈的安排，一直到第6圈。如果你包底的起針數量與我的不同，那麼鈎織的差異只會在花樣 B 的數量。重複鈎織的圈數決定包包的高度，也可以按照需求增減。而我們會發現，每一圈的第1個圓形起始的位置都會往左遞移。第6圈結束，我們要為帶口做收邊。無論你的起始位置在哪裡，我們都可以從所在的圓形先1鎖針起立，接着下方的針目鈎1短針。第1個短針我放上記號扣，之後我們會用鎖針鏈連接每個圈。在側邊的連結鈎織3鎖針，在下個圓形7長針中間的那個針目鈎織1短針。除了包包側邊，其他圓圈之間的連接鈎織6鎖針。後續重複鈎織，若按照我的圓形鈎織數量和圈數，中括號的內容重複5次。而大括號的內容重複2次。
沿着帶口勾完鎖針和短針之後，回到第一個短針上引拔，將頭尾相連。帶口的第2圈，兩鎖針起立，在短針上勾一長針。如果遇到鎖針鏈，挑整條鎖針鏈購置對應的長針數。這裡是3鎖針，因此挑整條鎖針鏈購置3長針。短針上勾一長針，6鎖針鏈，挑整條鎖針鏈勾6長針，如此勾完這一圈。結尾引拔在第一個長針上，將頭尾相連，接着就可以斷線，藏好線頭。最後為它購置一條背帶，起始線頭留20公分，鎖邊起針，起針之後3個鎖針，接着鈎針掛線，穿進第一個鎖針，再掛線勾出。我們可以稍微拉長這個線圈，接着掛線勾出第一個線圈，這個線圈也一樣稍微拉長，接着掛線勾出鈎針上的所有線圈。後續重複操作，鈎針掛線，穿進左方這2條像鎖針一樣的線圈，掛線勾出，稍微拉長第一個線圈，掛線勾出第一個線圈，稍微拉長，掛線勾出3線圈，如此重複操作，直到這條背帶到達我們所需要的長度，大概是110公分。購置這條背帶大概有110公分之後，接着引拔斷線，同樣也是留20公分長線。我們將這條背帶以所留的長線將它固定在帶口的側邊，像這樣穿進帶口側邊的空間，再進行縫合固定。縫合結束，打個結並藏好線頭。背帶的2端固定好之後，你可以選擇為它加上喜歡的布標或者是金屬標。最後我也為它加上內襯的束口帶，可以讓整體的層次變得更柔和，也襯托出花樣本身的立體感。這樣這個小圓花的手機包就完成啦。如果你也喜歡這一種一線連慢慢延伸的花樣，也可以分享你最喜歡的配色給我哦。我們下次的編織時光再見啦，拜拜。